女朋友的胳肢窝里竟然长出了红色腋毛，一到晚上还会发出电流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趁她睡着给她剃光了，可没想到腋毛下竟被人植入了一个芯片。我把芯片取出来，读取了里面的内容，更没想到里面是一个多达30G 的网盘资料，而网盘里却全是她和别人拥吻的照片。一瞬间，我知道是时候该给她上点手段了，不然她还真以为我只是个臭送外卖，以为她男闺蜜那点家产就能护得住她。与此同时，我窗外狭窄脏乱的小巷里停着整整10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，几十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笔直地站在雨后的泥泞中。为首的老者无视地上的污水，双膝跪在我面前，身后的几十名黑衣保镖也齐刷刷地单膝跪地，震得周围的危房都似乎颤抖了一下。老奴福伯率顾氏宗族36天罡恭迎顾延少主归位。我站在门口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脚下的众人，淡漠开口：福伯，3年了，我的历练在今晚该结束了吧？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股透入骨髓的寒意。是，今夜子时，涉炼切满，这是老爷让我转交给您的。里面是顾氏财团的最高权限信物龙纹黑金卡，以及全球资产调动密钥。从这一刻起，顾氏财团旗下遍布全球的13000家公司，3000亿流动资金，以及那支令人闻风丧胆的暗夜私人保镖，全部听凭顾延少主调遣。3年前，顾延因为拒绝家族联姻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父亲断了他所有的经济来源，只给他留了一句话：当你什么时候明白钱的重要性，你就什么时候回来。现在他明白了，看着女朋友当着自己的面和别人拥吻的时候，他一切都明白了。顾延收起卡片，眼神中的最后一点温度消失殆尽。福伯，帮我去做一件事。顾延顿了顿，目光望向远处那片灯火辉煌的富人区，那是林婉和赵括所在的方向。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，杀意在黑夜中蔓延。查一下赵家所有的产业结构，以及林婉明天要去哪里。我要给他们准备一份回礼。遵命少主，赵家只是江城的一个2流家族，资产不过100亿，依老奴看不用查了，直接让其天亮破产便是。那样太便宜他们了，我要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切一点一点地崩塌。顾延弯腰坐进车里，车队缓缓启动，像一条黑色的巨蟒，无声无息地驶离了这个贫民窟，留下一地惊雷过后的死寂。车内，顾延拿起那部卫星手机，屏幕亮起，一条银行短信弹了出来：尊贵的顾延先生，您的账户8888已解除冻结，当前可用余额为1000亿元。顾延看着那串长得几乎数不清的零，面无表情地关掉了屏幕，闭上了眼睛。在这个暴雨将至的夜晚，属于他的游戏正式开始了。江城的清晨，阳光穿透薄雾。对于赵括来说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他昨晚不仅成功追到了校花林婉，还狠狠羞辱了林婉的那个废物前任顾延。这种身心双重满足的快感，让他直到中午才从那张3米宽的大床上醒来。林婉穿着一件真丝睡袍，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，她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。昨晚的疯狂和豪宅的奢华，让她彻底忘记了那个在雨夜中痛哭的男人。亲爱的，醒了。赵括接过咖啡喝了一口，伸手在林婉身上捏了一把，随即得意地扬了扬眉毛。你不是一直想要那辆718吗？今天我们去买了，当做我们的定情信。真的吗，老公？你太好了！林婉惊喜地尖叫一声，扑进赵括怀里，献上香吻。虽然718只是保时捷的入门款，但在他的朋友圈里足够他炫耀1年了。江城保时捷中心作为全城最高端的4S 店之一，这里的装修极尽奢华，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氛味。大厅里停满了各种型号的豪车，每一辆都擦得锃亮，宛如艺术品。当赵括搂着林婉走进大厅时，立刻引来了几名销售的热情接待。赵括一身名牌，手腕上的劳力士金表闪闪发光，一看就是大客户。一名打扮妖艳的女销售扭着腰迎了上来：赵少，您来了，今天看什么车？昨天刚到了一辆红色的910，特别适合您的气质。今天是给这位美女看车，带我们去看看718。好嘞，这边请。林婉挽着赵括的手臂，昂着头，像一只骄傲的孔雀，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。
他甚至拿出手机，对着展厅里的豪车开始自拍，准备发朋友圈，文案都想好了。新生活的开始，感谢赵先生的宠爱。就在这时，大厅的自动感应门再次打开，一个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西装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的装束很简单，没有任何明显的 logo， 但如果有识货的人仔细看，他穿着的正是意大利顶级材料，手工缝制的黄金羊毛系列，一套的价格足以买下半辆展厅里的车。男人身材挺拔，步伐慵懒随意，戴着一副墨镜，看不清眼神，但整个人散发出的那种冷峻而高贵的气场，竟然让原本喧闹的大厅瞬间安静了几分。正是顾言。不过经过昨晚的一夜休整，再加上福伯精心准备的造型，现在的他与从前那个外卖员简直判若两人。他没有理会门口那些因为他没开豪车来而有些犹豫的销售，径直走向展厅最中央的那两个展台。那里停着2辆被红车围起来的镇店之宝，一辆是白色的保时捷918 Spider， 另一辆则是充满了科幻感的兰博基尼毒药。一个有些尖锐的声音响起：“先生，请不要靠太近。”顾言停下脚步，侧过头，说话的是那个正在接待赵括和林婉女销售。这边的车都是限量款，碰坏了期末你赔不起的。他刚才用余光扫了一眼顾言，发现这人虽然长得帅，但面生得很，身上也没带什么名表首饰，便下意识地把他归类为来蹭照片的小网红。女销售翻了个白眼，虽然用词是先生，但语气里满是轻蔑。那边有免费的咖啡区。听到这边的动静，正在看车的林婉和赵括也转过头来，因为顾言戴着墨镜，换了发型，气质大变。林婉第一眼竟然没认出来，她只是觉得这个男人的侧脸有点眼熟，心脏莫名的跳了一拍。现在的穷鬼真是越来没自知之明了，这种级别的车谁是这种人能看的？混气！就是这种人，就是想拍个照发朋友圈装富二代，其实兜里比脸还干净。顾言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双深邃如寒潭的眼睛。他没有看女销售，而是目光越过众人，精准地落在了林婉和赵括的脸上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，林婉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瞳孔剧烈收缩，像是看到了鬼。顾言，怎么可能？眼前的男人气质金贵，眼神凌厉，这和他记忆中那个唯唯诺诺，为了5块钱好评低头哈腰的男人完全是2个物种。赵括也愣住了，他上下打量着顾言，随即发出一声夸张的爆笑。什么？他是顾言？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，原来是你小子！怎么把肾卖了换了身行头来这里装逼？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语气平淡，却让赵括的手僵在半空。赵括收回手，脸色阴沉下来。哟，脾气见长啊！顾言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这里是保时捷中心，不是你送外卖的小区。这一身 A 货花了不少钱吧？怎么想来这里钓富婆？那个女销售一听是送外卖的，眼里的鄙夷更深。她直接走过来，挡在顾言面前，指着大门：“先生，请你立刻出去！我们这里不欢迎衣冠不整的人，更不欢迎来捣乱的。”顾言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套价值300万的高定西装，笑了：“你的眼光确实只配卖那种入门级的破车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林婉正在看的那辆718。你骂谁呢？女销售气急败坏，几名保安闻声立刻围了过来，手里拿着橡胶棍，虎视眈眈地看着顾言。林婉站在一旁，看着被围攻的顾言，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感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本质还是个穷光蛋。顾言无视了周围的保安，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黑色的龙纹卡，2根手指夹着，在空中晃了晃。顾言看着那个女销售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全场。叫你们经理出来买车。这种9块9包邮的贴纸卡，也就是骗骗小学生，还要叫经理，你配吗？赵括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女销售也冷笑道：“先生别演了，你要是能买得起这展厅里最便宜的一个车轮，我今天就把这高跟鞋吃下去。”是吗？就在这时，2楼经理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撞开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胖子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。他刚才在监控里看到那张卡的时候，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经理一边跑一边喊，因为跑得太急，还不小心在楼梯上崴了一下，但他顾不得疼痛，连滚带爬地冲进人群，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保安和那个女销售。女销售被推得一个踉跄，还没反应过来。只见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经理，此刻却满头大汗，脸色苍白地弯着腰，双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，才颤抖着伸向顾言。顾先生，不知贵客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该死真是该死。
顾言没有去握经理的手，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指着旁边的女销售。他说要吃了这双鞋。经理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抽在女销售脸上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连顾少都敢得罪，还不快快给顾少跪道歉，然后把鞋吃了！女销售被打懵了，捂着脸瘫软在地上瑟瑟发抖。顾言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径直走到那辆兰博基尼毒药面前，伸手拍了拍车身。这车我要了，还有那辆918。顾言随手指了几辆展厅里最贵的车，像是在菜市场买白菜一样。这几辆全包起来，送到云顶天宫酒店。全要了！经理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这几辆车加起来总价接近2个亿。顾言将黑卡递过去，刷卡。随着 POS 机吐出长长的单据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只有赵括和林婉脸色惨白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。他们看着顾言那潇洒的背影，心中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交易成功。这一声电子提示音，在死一般寂静的保时捷展厅里，如同核弹引爆后的倒计时归零。那是属于金钱的判决书。经理双手颤抖着捧起那张单据，1亿8600万一次性付清，没有分期，没有贷款，仅仅是几秒钟的数据交换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向顾言的眼神。顾少！经理的声音因为极度的亢奋而变得尖锐嘶哑。他弯着腰，卑微地将黑卡和签购单递过去。手续马上为您办好。您看是现在提车，还是我们安排专机给您运到府上？顾言随手接过卡，没看那张单据，一眼仿佛刚才刷掉的不是近2个亿，而是200块。他转过身，目光越过经理，落在了角落里那个已经瘫软在地的女销售身上。顾言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。鞋还在哪？女销售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。没听见顾少的话吗？你是自己吃，还是我让人喂你？他看着顾言那个刚才还被他鄙视的穷鬼，此刻身上散发出的光芒，刺得他睁不开眼。他哭喊着爬向赵括和李曼。救救我！我是为了帮你们出器材。赵括此时脸色铁青，他死死盯着顾言手中的那张黑卡，眼神中交织着震惊、嫉妒和深深的怀疑。赵括一脚踢开抓住他裤脚的女销售，然后上前2步，强行挤出一丝冷笑，盯着顾言。顾言行啊，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。不过近2个亿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林婉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他绝不相信顾言是富二代。如果他是，那这3年自己陪他吃泡面、住地下室算什么？他不仅眼瞎，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。这种认知偏差让他本能地开始寻找借口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？还是你偷了哪个大老板的卡？那可是黑卡，普通人根本办不到。你一个孤儿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顾言这3年像条狗一样被他踩在脚下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翻身？原来是偷的或者捡的。赵括的底气又回来了，他指着顾言大声对经理说道：“经理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小子底细我最清楚，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。这张卡绝对不是他的。你要是把车给了他，等卡的主人找上门了，店就是销赃。到时候你这经理也别想干。”经理一听冷汗瞬间下来了，他也觉得事情太离奇，哪有送外卖的突然拿出几千亿额度的黑卡？他犹豫地看向顾言。顾言看着这群跳梁小丑的表演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顾言把玩着手中的黑卡，那条金色的龙纹在指尖跳跃。赵括，你的格局也就只能想到这个。就在这时，经理手中的对讲机突然响了，里面传来财务总监惊恐的声音：“刚刚接到瑞士银行总部的加密专线，对方确认了刚才那笔交易，并且对方要求我们将展厅最高级别的安保系统全部打开，确保顾先生和车辆的安全。他们说顾先生是他们银行全球排名前10的至尊客户，如果他在我们店里受到一丝冒犯，银行将立刻终止与我们集团的所有合作，并启动法务追责。”如果说刚才只是怀疑，那么现在就是来自最高金融机构的官方背书。林婉更是摇摇欲坠，死死抓着赵括的手臂，指甲嵌入肉里疼痛，让他明白这竟然不是梦。真的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那个被他嫌弃、被他抛弃的男人，真的是一条前路。顾言不再理会这对狗男女，他径直走向那辆兰博基尼毒药，车身线条凌厉如刀，银灰色的碳纤维，车身在灯光下散发着致命的机械美感。这辆车全球限量，是无数男人的终极梦想。顾言坐进驾驶舱，真皮座椅的包裹感瞬间传来。他按下红色的启动按钮，
轰 V2 引擎的咆哮声在封闭的展厅内炸响，如同沉睡的野兽苏醒。另外那辆918，还有这些，送到云顶天宫。这辆我开走。是，顾少您慢走。经理带着全体员工90度鞠躬送行。顾岩轻踩油门，这台陆地战斗机缓缓滑出展位。当车头经过赵括和林婉身边时，顾岩停了下来，车窗降下，露出他那张戴着墨镜的冷峻侧脸。这辆车的副驾驶原本应该是你的。顾岩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，冷漠的如同在宣判死刑。他转头看向那个脸色灰败的富二代，回去告诉你爹，让他把公司的账目理清楚，因为很快查账的人就要到了。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顾岩猛地踩下油门，兰博基尼飞跃，发出一声怒吼，轮胎在地面摩擦出2道黑印，化作一道银黑色的闪电，冲出了展厅大门，消失在刺眼的阳光中，只留下浓重的尾气味。林婉看着空荡荡的大门口，心像是被挖走了一块。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那个午夜，顾岩捧着蛋糕。你会后悔的。他现在的确后悔，不是后悔背叛了感情，而是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再忍几天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顾岩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昨天没有分手，那现在坐在那辆兰博基尼副驾驶上的人就是他，那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位置。林婉转过头看着身边的赵括，突然觉得这个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富二代，和刚才驾驭着钢铁猛兽离去的顾岩相比，简直就像个土鳖。赵括恼羞成怒，一把推开林婉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是你，老子怎么会惹上这种怪物？滚！给我滚！江城的街道上，一辆银灰色的兰博基尼毒药穿梭在车流中。顾岩单手握着方向盘，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，引擎的轰鸣声和路人惊艳震撼的目光，让他那颗冰封了3年的心终于有了一丝热度。这就是金钱的力量。他瞥了一眼副驾驶座位，那里空空荡荡。曾经他幻想过无数次，如果有钱了，一定要买辆好车，带着林婉去兜风，去海边看日出。现在车有了，但那个想带的人已经不配了。胖子。顾岩突然想起了这个名字。在他最落魄的那3年里，除了林婉，他身边就只有这一个朋友。顾岩眼神一软，他猛地打了一个方向盘，朝着城西的老旧汽修厂方向驶去。那是胖子现在工作的地方。大伟汽修店就开在这个脏乱差的街角。此时正值正午，烈日当空，一个身材魁梧但略显肥胖的青年正趴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底盘下，手里拿着扳手，满头大汗的拧着螺丝，正是王大伟。胖子，动作快点，老子赶时间送货呢。面包车司机是个光头纹身男，不耐烦地催促他。换个肌肉磨磨唧唧的，信不信老子不给钱？马上就好。胖子从车里钻出来，抹了一把汗，脸上堆着讨好的笑。强哥，您这车底盘有点锈了，我顺手帮您做了个防锈，不收钱。少废话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叫强哥的光头男吐了一口唾沫，站起身走过来。一共多少钱？换机油加滤芯，一共280。胖子搓了搓手，强哥瞪大了眼睛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280？你抢劫啊！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强哥脸色一变，一脚踹在胖子的肚子上。胖子猝不及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老子在你这儿修车是看得起你，这一片谁不知道我强哥？你想收保护费？强哥一边骂一边招呼路边几个正在打牌的小混混。兄弟们，这死胖子说我来要讹我，你们说怎么办？那必须得给他松松骨头啊！几个小混混嬉皮笑脸的围了上，他们手里拿着钢管和扳手，显然是这一带的惯犯。胖子捂着肚子，脸色发白，但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咬着牙站了起来。他虽然老实，但不代表没血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几天是他奶奶的忌日，他急需这笔钱买点祭品。做人要讲道理，钱我不收了，行吗？你们走吧。胖子忍气吞声。走，晚了。强哥狞笑一声，刚才那一脚脏了老子的鞋，你得赔钱。2000块，拿出来这事算了，不然今天把你的破店砸了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胖子怒吼一声，握紧了拳头，还敢瞪眼，给我打！强哥一声令下，几个混混一拥而上，钢管雨点般落下。胖子虽然有一身蛮力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很快就被打倒在地，只能蜷缩着身体死死护住头部。周围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街坊，但没人敢上前。这一带都知道强哥是跟黑龙会混的，谁敢惹？就在胖子感觉自己的手臂快要被打断的时候，一阵低沉如雷鸣般的引擎声突然盖过了所有的嘈杂。围殴的众人动作一顿，下意识地转头看去，只见巷子口一辆造型夸张，如同未来战舰般的银灰色超跑，正以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姿态缓缓驶来。我操，这是什么车？一个小混混看呆了，手里的钢管差点掉下来。兰博基尼，
好像好几千万呢。强哥也愣住了。他虽然混社会，但也就在这1亩3分地行，这种级别的好车，他连车标都不敢摸。车子在距离汽修店5米的地方停下，剪刀门缓缓升起，一只穿着锃亮皮鞋的脚踏在了满是油污的地面上。紧接着，顾岩走了下来，他摘下墨镜，顾岩目光扫过那群混混，最后落在了满身脚印、嘴角流血的胖子身上。顾岩，胖子眯着肿胀的眼睛，透过指缝看到了那个身影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个穿着高级西装、开着千万超跑的男人，竟然是自己那个一起吃泡面的好兄弟。是谁？少管闲事！强哥虽然心里发虚，但在小弟面前不能丢了面子，硬着头皮喊道：“这胖子欠我钱，我们在要债。”顾岩根本没理他，径直走到胖子身边，弯腰把他扶了起来。还能动吗？顾岩拿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轻轻擦去胖子嘴角的血迹，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擦拭一件珍宝。那块价值1000元的手帕瞬间被染红变脏。严哥，我没事儿，皮糙肉厚。胖子咧嘴一笑，牵动了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你这是发财了，还是被富婆包养了？考核结束了，摊牌了。顾岩拍了拍胖子的肩膀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：“兄弟，让你受苦了。”说完，顾岩转过身，面对着强哥那伙人，刚才的温情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上位者的威压。刚才那一只脚踢，顾岩的声音不大，但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威压。强哥咽了口唾沫：“怎么着？有钱了不起啊？老子告诉你，这一片是黑龙会罩着的。我是豹哥的人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”黑龙会，豹哥。顾岩微微侧头，似乎在思考这个名字。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赔钱云滚蛋。这车不错，借给哥几个开2天。强哥见顾岩没说话，以为他怂了，胆子顿时大了起来，伸手就想去摸那辆毒药的车门。没人看清顾岩是怎么动手，只见他猛地扣住了强哥伸出的那只手腕，反向一扯，整个人疼得跪在了地上。我的手，给我上，弄死他！那几个小混混互相对视一眼，仗着人多，举起钢管就冲了上来。小心！胖子大惊，下意识的想要冲上去挡在顾岩身前，但下一秒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。顾岩没有退，反而进了一步，他的动作快得像是一道残影，侧身躲过一根钢管，一拳轰在对方的软肋上，那个混混直接飞出2米远，口吐白沫。顾岩抬腿一记横扫，2个冲上来的混混像是被收割的麦子一样齐刷刷倒地，不到10秒钟，5个拿着武器的混混全部躺在了地上。这就是顾家继承人必修课格斗。在被放逐前的20年，顾岩接受的是全球顶尖特种兵教官的魔鬼训练。这3年虽然身体素质有所下降，但对付几个街头混混简直是降维打击。这辆车落地价9800万，刚才你的脏手摸了一下，折旧费算你100万，不过分吧？还有，我也喜欢讲道理。顾岩指了指身后的胖子，你踢了他一脚，我要你1只脚也很合理吧？不要啊爷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赔钱，我赔医药费。强哥吓尿了，是真的尿了，一股骚味弥漫开来。顾岩厌恶地皱了皱眉，收回了劲。滚！告诉那个什么豹哥，如果不服，让他去云顶天宫找顾宇。是，谢谢部长。强哥如蒙大赦，顾不得手上的剧痛，带着几个手下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，连那辆破面包车都不敢要了。此时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看呆了，谁也没想到，平时那个温文尔雅甚至有点窝囊的顾岩，竟然这么能打，还这么有钱。胖子站在原地看着顾岩的背影，胖子眼眶红。顾岩转身走到胖子面前，嫌弃地看了一眼他那身脏兮兮的衣服，把这破店关了。关了？那我干啥？顾岩指了指那辆兰博基尼，月薪10万，年底分红。另外，你那奶奶的墓地该修修，我让人在西山陵园给你留了块风水宝地。胖子是个7尺男儿，流血不流泪的主，此刻却忍不住泪崩。他知道顾岩不是在施舍，是在拉他一把。嘿嘿，岩哥，我这技术开这车手抖啊！哈哈哈哈，抖着抖着就习惯了。走，先带你去洗个澡，换身人皮。今晚有个局，咱兄弟俩去砸场子。同学聚会，有些人该清算了。江城的高中同学群，平日里大多是死水微澜，偶尔有人发个拼多多砍一刀或者微商广告，但今天这个群炸了。哎，所有人，重磅消息！咱们当年的校花林婉，今晚在帝豪酒店举办同学聚会，所有费用由林婉的未婚夫，咱们江城的杰出青年企业家赵阔少爷全包，大家必须赏面。我操，帝豪酒店那可是5星级啊！赵少大气。想当年咱们班多少男生暗恋他，最后还是赵少抱得美人归。哎呀，某些人估计不敢来了吧？听说还在送外卖呢，这来了多尴尬！群里瞬间充满了一种快活的空气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在嘲讽顾岩。当年顾岩是学霸，林婉倒追的他，让多少人嫉妒。
现在看到天才陨落，这种踩一脚的快感让这帮佣人格外兴奋。此时，云顶天宫总统套房内，顾岩正坐在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上，手里端着一杯昂贵的红酒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消息。胖子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定制西装，虽然身材还是有些圆润，但人靠衣装，此时的他看起来像个不好惹的金牌保镖。他站在顾岩身后，看着群里的消息，气得咬牙切齿。这帮孙子，当年抄作业的时候喊你严哥，现在一个个跟狗一样舔赵括。胖子怒道：“严哥，咱们不去受这个气。”或者直接开着车队去，吓死他们！顾岩没有立刻说话。去？为什么不去？顾岩放下酒杯，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滑动。他们搭好了戏台，我不去唱这出戏，岂不是辜负了林婉的一番心意？大家别这么说顾岩，虽然我们分手了，但他毕竟是咱们同学。顾岩，今晚你也来吧。赵括说了，特意给你留了个位置，你也别自卑，大家都是老同学。没人会笑话你，你要是感兴趣，可以说一声。他在试探顾岩今天上午在宝石界中心的表现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。他在赌顾岩不敢来，或者来了也是虚张声势。简简单单3个字发出去的瞬间，群里安静了几秒。顾岩关掉手机，站起身，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。不过，老奴在。今晚帝豪酒店是谁的产品？回少主，帝豪酒店是江城李家的产品，不过李家目前的资金链断裂。正在寻求我们顾氏旗下资本的收购，只要您一句话，10分钟内，帝豪酒店就是您的。不用那么急，先让他们蹦跶一会儿。收购合同准备好，今晚我要送赵括一份大礼。另外，别开那辆毒奥了。不开毒药，那开啥？那辆918？太高调了，没意思。咱们打个车去。既然他们想看笑话，那就先让他们笑个够。笑得越开心，后面哭的就越惨。还有，给我准备一份特殊的。少主，你想要什么？1口钟。4钟？少主这是要彻底撕破脸，不死不休啊！晚上7点，帝豪酒店门口豪车云集，赵括和林婉站在宴会厅门口迎宾。赵括今天特意换了一身白色的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；林婉则穿着那件价值不菲的露背礼服，脖子上戴着一串璀璨的钻石项链，虽然是租的，整个人珠光宝气。亲爱的，你说顾岩那小子真的敢来吗？林婉有些不安地问道。虽然查过赵家的账目，暂时没问题。但上午那一幕始终是他心头的阴影。放心吧，我托人查了，那个所谓的全球限量黑卡，如果不是本人持有，银行会立刻锁卡报警。那小子上午肯定是捡了哪个大佬丢的卡，或者是偷的。现在估计早就被银行冻结了，正躲在被窝里发抖呢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而且我已经跟酒店的保安打过招呼了，只要顾岩敢来，不管他开什么车，都给我拦在外面先搜身。我就不信他还能变出花儿。正说着，一辆破旧的绿色出租车晃晃悠悠地停在了酒店大门口。车门打开，顾岩穿着一身看着很普通的黑色休闲装，从车上走了下来，胖子紧随其后。赵括和林婉对视一眼，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赵括整了整衣领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，大步迎了上去。哎呦，顾大少终于来了！怎么坐出租车呀？你的兰博基尼呢？你的黑卡呢？是不是被警察收走了？车太堵，懒得开。至于黑卡，那是给值得的人刷的，给你们刷，你们不配。帝豪酒店宴会厅皇极殿，这里的装修极尽奢华，餐具是全银定制的，桌布是苏绣真丝的。30多名高中同学此时已经落座，男人们大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努力模仿着成功人士的坐姿。女人们则聚在一起，互相攀比着包包和首饰，眼神里藏着精明的算计。当顾岩和胖子推门而入时，原本喧闹的大厅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。真来了啊，心理素质真好。你看他那身衣服也没个 logo， 估计是地毯货吧。旁边那个胖子是谁？也是送外卖的。怎么一股机油味儿？赵括坐在主桌的最上位，像个土皇帝一样审视着走进来的顾岩。赵括指了指角落里一张靠近传菜口的小圆桌。哟，顾大少，这边坐。主桌已经满了，特意给你留了雅座，那是离后厨最近的地方，方便你回忆送外卖的感觉。那张桌子上空空荡荡，甚至连餐具都没有摆齐，显然是临时加的羞辱味。胖子气得脸上的肉都在抖，刚要发作，却被顾岩按住了肩膀。顾岩神色自若，径直走到那张角落的桌子旁坐下，仿佛坐的不是冷板凳，而是龙椅。大家静一静，
今天咱们能聚在这里，首先要感谢赵阔同学的慷慨解囊。这顿饭标准是人均8888元，还有2瓶82年的拉菲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赵公子！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用羡慕、嫉妒、恨的眼神看着林婉，恨不得自己取而代之。那是自然，为了婉婉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不像某些人谈了3年恋爱，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没送过，最后送个破蛋糕还是坏了。顾言，今天这顿饭你多吃点，平时送外卖吃不到这么好的吧？顾言靠在椅背上。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发出一阵有节奏的轻响。赵括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这顿饭你确定你能请得起？哼，我请不起。老子一张卡里的零花钱就购买下这个厅。顾言，你是不是仇富仇疯了？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推开，2排穿着红色旗袍的高挑迎宾小姐鱼贯而入，手里捧着鲜花和彩带。紧接着，一个穿着唐装、满面红光的中年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天哪，那是帝豪酒店的老板，江城餐饮界的教父李半山李总。李半城在江城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黑白2道通吃，资产数10亿。赵少，你面子真大，李总居然亲自来敬酒了。赵括也是一愣，他和李半城其实并不熟，他爹虽然有点钱，但还没到能让李半城亲自作陪的地步。不过在这么多同学面前，尤其是顾言面前，这个逼必须装远了。然而尴尬的一幕发生了，李半城看都没看赵括一眼，直接像一阵风一样从他身边擦肩而过。下一秒，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李半城双手抱拳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顾少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李某有失远迎，该死，真是该死啊！他身后的总经理和主厨们更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齐刷刷的躬身致意。李叔叔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小子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啊！坐在主位的是我是赵括。赵刚的儿子。李半城直起身，转头看向赵括，原本恭敬的脸瞬间变得阴沉如水。赵刚，那个搞装修的暴发户，他配让我李某人敬酒？是。说完，李半城再次转向顾言，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和一支金笔，双手奉上。这是帝豪酒店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按照您的吩咐，10分钟前已经完成了所有手续。现在这家酒店连同这栋楼都是您的了。顾言看都没看那份协议，随手扔给身边的胖子。大伟，从现在起这家酒店由你来管，碰到不顺眼的直接丢出去。好嘞，严哥。胖子兴奋的满脸通红，接过文件，腰杆挺得笔直。他这辈子也没想过能当5星级酒店的老总。李总辛苦了，为顾少效劳是李某的荣幸。只要能抱上顾家的大腿，送个酒店算什么？那就是个投名状。顾言缓缓站起身，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面如死灰的赵括和林婉身上。刚才你说要送我礼物？赵括此时双腿已经在打摆子了，但他还在死撑，他不相信这绝对是幻觉，或者是某种高级的诈骗局。顾言，你别装神神弄鬼，你哪来的钱买酒店？这肯定是演员。对，李半城也是你请的演员。赵括歇斯底里的吼道，试图用这种方式掩盖内心的恐惧。演员，傅伯。宴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撞开，只见4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被红布盖着的巨大物体走了进来。这是我送给你们的订婚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赵括颤抖着手抓住红布的一角，猛地一掀，金光万丈。那是一口钟，一口纯金打造，足有1人高的巨型座钟。金色的钟摆在灯光下晃动，发出令人心慌的哒哒声。送钟，送钟！全场一片死寂。这口钟钟999斤，纯金，寓你们的感情经久不衰，直到寿终正寝。林婉吓得尖叫一声，瘫倒在地上。送钟这种诅咒在豪门里是最忌讳的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。赵括也被吓傻了，他看着那口金钟映照出自己扭曲变形的脸。你这是恐吓！我要报警！报警抓你！报警？我有发票，合法赠送。赵括看着这阵势，终于崩溃了。他知道今天这个跟头是栽到底了。他颤抖着掏出卡，在李半城那台随身携带的 POS 机上刷了30万。顾言，山水有相逢，你给我等着！馆长张志强搓着手想凑过来套近乎。顾少，我们刚才真的是有仰视泰山，咱们老同学一场。顾言只说了一个字：滚！张志强吓得一哆嗦，屁都不敢放一个灰溜溜的炮。其他人也做鸟兽散生，怕跑慢了被顾言清算。胖子看着那口金钟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暂时寄存在他那儿。过几天我会连本带利收回来的，而且这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猎杀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翌日清晨，江城的 CBD 核心区，一座高达88层的摩天大楼耸入云端。
大楼顶端的顾氏集团4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俯瞰着整座城市。这里是顾氏财团在江城的分部君临国际。林婉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脸上戴着大大的墨镜遮住昨晚哭肿的眼睛，走进了这座大楼。虽然昨晚经历了奇耻大辱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赵括昨晚回去后发了一通脾气，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顾岩一定是给某个超级大佬当了白手套，也就是替别人处理见不得光资产的洗钱代理人。那张黑卡和酒店收购不过是背后大佬的手段，顾岩只是个台前的傀儡。这个解释让林婉稍微安心了一些。如果顾岩只是个傀儡，那只要大佬抛弃他依然是个废物。林婉一边在心里恶毒地盘算着如何靠关系查清对方底细，一边走入办公室。他今天的身份是君临国际市场部的副经理，脸上挂着自命不凡的骄傲神情。这是赵括托了他爸的关系，塞了20万才帮他谋到的职位。虽然只是个分公司的中层，但在江城能在顾氏集团上班，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耀眼、受人尊敬的身份象征。一进办公室，几个实习生就满脸堆笑的围了上来，林经理早，对着他一顿谄媚夸赞，不断打量着他名贵的着装。林婉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心情稍微好转了一些。行，别贫了，昨天让你们做的策划案呢，拿来我看看。林婉摆了摆手，示意众人安静，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张精致但刻薄的脸，伸手索要昨天的策划案。一个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文静的女实习生怯生生地递上一份文件。林经理，这是我和小张熬夜做的关于下季度新品发布的方案。林婉接过文件，随意翻了几页，眉头突然皱了起来。她猛地将手里的文件重重地砸在了面前女实习生的脸上，纸张锋利的边缘划破了女孩的脸颊，留下一道红痕。这就是你们熬夜做的垃圾，排版这么乱，数据也不对，你们是猪脑子吗？顾氏集团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林婉面目狰狞地指着女孩尖叫，怒斥把昨晚受的窝囊气全部撒在了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。女孩吓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捂着脸连连鞠躬道歉，表示马上拿回去重新修改。对不起，林经理，我们马上改。改不用改了，你们2个现在就去人事部办离职。林婉冷哼一声，大手一挥，拒绝了修改的请求，指着女孩和另一个实习生，命令他们立刻去办离职，脸上满是因为迁怒而产生的极度厌恶。女孩满脸焦急的连连鞠躬，双手合十，苦苦哀求不要开除她。李经理，求求您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我还要交房租。那是你的事。保安呢？把这2个废物给我轰出去！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一道低沉威严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闹剧。谁在喧哗？哪个不长眼的没看见本经理在教训下属吗？周围的空气却突然安静了下来。那些原本还在看热闹的员工惊恐地看着门口，齐刷刷地低下了头。林婉察觉到不对劲，猛地转过身看向门外，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着深蓝色手工西装的年轻男人。他身材挺拔，面容冷峻，那双深邃的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他，正是被他鄙视的顾岩。而在顾岩身后跟着的竟然是君临国际的总经理、人事总监、财务总监等一众公司高层。平时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，此刻却像小学生一样卑微地弓着腰。林婉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指着对方惊呼出声，吓得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，狼狈地撞到了身后的办公桌。怎么哪里都有他？这里可是顾氏集团，是闲杂人等绝对进不来的地方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这阵仗是怎么回事？顾岩缓缓走进办公室，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清晰可闻。他没有看林婉，而是走到那个被划伤脸的女实习生面前，递给她一张纸巾。女实习生受宠若惊，颤抖着接过纸巾。顾岩转过身，你刚才说让谁滚？林婉看着顾岩身后的总经理等人，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他强作镇定，指着顾岩喊道：“你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敢闯进顾氏集团内部！保安，快报警抓他！他肯定是混进来偷商业机密的。”王总，您快看，这个人就是个送外卖的无赖，昨天还恐吓我和赵少，现在他又跑到公司来捣乱，快让保安打断他的腿！然而，让他绝望的是，平日里威严的王总，此刻却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看着他。闭嘴！王总一声怒吼，吓得林婉浑身一哆嗦。林婉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他是顾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，我们的顶头上司顾岩少爷。林婉感觉天旋地转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董事长继承人，这怎么可能？顾岩，那个陪他住了3年地下室，为了省2块钱不舍得坐公交车的顾岩，竟然是千亿财团的太子爷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一切都串联起来了。为什么会有黑卡？为什么能买下酒店？为什么李半城会下跪？为什么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都会对他毕恭？毕竟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白手套，也没有什么傀儡。他就是王，真正的王。
而他亲手把这个王像垃圾一样扔掉了。我不信，这一定是梦。林婉喃喃自语，眼神涣散。顾言走到林婉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。林婉，我给过你机会。我原本想，如果你能在公司安分守己，我可以当做没看见你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把你那套嫌贫爱富的嘴脸带到我的公司来，欺负我的员工。顾言转头看向人事总监，查一下他是怎么进来的。人事总监早已冷汗淋漓，立马调出平板电脑上的数据。回少爷，是走的特殊通道，推荐人是赵括，并没有经过正规面试。是赵括，把手伸到我的公司里来了，好得很。传我命令。林婉利用不正当手段入职，且在职期间辱骂下属，滥用职权，即可开除，并全行业封杀。我要让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录用他。第二，彻查是谁批准的这次入职，无论是谁，一律开除，追究法律责任。第三，把他刚才甩在地上的文件，让他吃下去，吃不完不许走。是。顾言看向那个已经吓傻了的林婉，几名保镖立马冲上来按住林婉。不要，顾少，我错了。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林婉哭得撕心裂肺，妆全花得像个小丑。我真的是爱你的，是被赵括那个混蛋骗了。我想回到你身边，我也愿意陪你住地下室。顾言蹲下身，看着林婉那张丑陋的脸，轻声道：“可惜到现在我不住地下室了，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”顾言站起身，接过王总递来的消毒湿巾，擦了擦手，仿佛碰到了什么脏东西。顾言扔掉湿巾，眼中闪烁着猎人看到猎物的光芒。既然赵括那么喜欢用关系，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关系网。我要让赵家在1周之内从江城除名。从君临国际出来，顾言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迈巴赫。虽然刚刚才狠狠地踩碎了林婉的尊严，但他并没有感到多少快意。这种级别的对手太弱了，弱到让他觉得无趣。他的目标是那个在背后一直搞小动作的赵家。少主，刚才接到消息，赵括正在到处找关系，想要查封您的账户。他找了市里的关系，还联系了京城的几个2代。那倒是挺有韧性的，查封我的账户。他不知道瑞士银行的防火墙是5角大楼级别的吗？是，不过赵家最近好像攀上了一棵大树。据暗夜情报组汇报，赵刚最近频繁接触京城萧家的人。福伯神色凝重了一些。萧家是京城4大家族之一，势力庞大。如果赵家真的成了萧家的附庸，那对付起来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。萧家在顾氏财团的全球版图里，京城萧家不过是个大一点的蚂蚱，但在国内萧家确实有些能量。看来这次赵家是想找个靠山来压死他这个暴发户。顾言嘴角上扬，有意思。既然他想玩大的，那我就陪他玩玩。福伯，帮我约一个人。谁？赵家的最大债权人，也是赵刚的死对头，天海集团的王天海。当晚，江城最神秘的私人会所听雨轩，王天海坐在包厢里，有些坐立不安。他今天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，说有人要送他一场大富贵，地点约在这里。听雨轩是会员制，光入会费就要500万，能在这里组局的人非富即贵。门开了，顾言独自一人走了进来。他换了一身便装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邻家大男孩，但身上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，让在上海沉浮30年的王天海都感到一阵心悸。王天海疑惑道：“你是？”顾言自顾自地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送你富贵的人，年轻人，口气不小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如果下个月再还不上银行贷款，你就得破产清算跳楼了。顾言语气平淡，却字字诛心。王天海脸色大变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赵刚派来羞辱我的！顾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，推到王天海面前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里是10个亿，无息借款。王天海看着那张支票上的利，手一抖，茶杯里的水洒了出来。10个亿，这足以让他起死回生，甚至反杀赵家。王天海警惕地问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要你在3天后的建材招标会上做一件事，全力狙击赵家，把价格压到成本线以下，亏多少我补多少。我要让赵家接不到一个订单，手里囤积的几亿元材料全部烂在仓库里。王天海倒吸一口凉气，
这是要搞死赵家呀！而且是用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疯狂打法。怎么不敢？怎么不敢？赵刚那个王八蛋早就想弄死我了。既然有贵人相助，老子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咬下他一块肉。顾言站起身，记住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顾言离开后，王天海看着那张支票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，但他知道江城的天要变了。此时赵家别墅，赵括正跪在地上，他爸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败家子，你个败家子！那个顾言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连李半城都给他下跪，你惹谁不好，偏惹这种神仙？”爸，我也不知道。赵括哭丧着脸，他以前真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中了彩票？赵刚气得直翻白眼。彩票能买下帝豪酒店，能拿黑卡，你长没长脑子？现在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现在已经得罪死了，求饶也没用，只能先下手为强。我已经联系了京城萧家的3少爷，明天他就到江城，只要萧少肯出面帮我们，就算那个顾言试过江龙，也得给我盘着。赵括眼睛一亮，真的，萧家肯帮我们？那是因为我答应把公司30%的股份送给萧少当见面礼，这都是你个畜生害的。不过只要能度过这一劫，让萧少出手收拾了那小子，他的酒店，他的钱，最后不还是我们的？说到这里，父子俩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贪婪阴毒的笑容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悄无声息地在他们头顶张开，而收网的人此刻正站在城市的最高处，看着他们像看着2只待宰的羔羊。江城的清晨，顾言正坐在云顶天宫的顶层露台上吃早餐，他的面前摆着一份精致的班尼迪克蛋和一杯刚刚萃取的蓝山咖啡。福伯站在一旁，手里捧着那部加密卫星手机。少主，鱼要钩了，经侦大队的人已经在楼下了，带队的是副队长刘猛。顾言切开溏心蛋，看着金黄色的蛋液缓缓流出，神色平静的像是在听天气预报。理由呢？涉嫌巨额资金来源不明以及跨国洗钱。福伯冷笑一声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。赵家这次试下了血本，不仅动用了刘猛这层关系，还伪造了一份您在海外的离岸账户流水。48小时。顾言插起一块蛋白送入口中，细嚼慢咽，足够赵家在媒体上造势，把我的名声搞臭，再让银行冻结我的资产，最后逼得我走投无路。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。少主，需要老奴动用那张牌吗？只需1个电话，刘猛这身皮就得扒下来。福伯眼中杀机毕露，顾言擦了擦嘴，站起身，正说着，套房那2扇厚重的红木大门被人粗暴的敲响。开门，警察办案。胖子正在客厅里擦拭那把昨天刚买的古董吉他，听到这动静吓得手一抖。严哥不好了，外面全是警察，说是要抓你。顾言拍了拍胖子的肩膀，大稳淡定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不发话，你不许动。大门被人强行撞开，5、6个穿着制服的警员冲了进来，为首的一个满脸横肉，目光凶狠，正是刘猛。谁是顾言？刘猛大吼一声，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配枪上。顾言从露台缓缓走进客厅，双手插兜，目光扫过这群不速之客，最后落在刘猛身上。我是有何贵干？有人举报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刘猛二话不说，掏出手铐就要往顾言手上铐。胖子急了，冲上去挡在顾言面前。慢着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凭什么抓人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滚开！妨碍公务，连你一起抓！刘猛一把推开胖子，胖子踉跄着撞在沙发角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顾言眼神一冷，那股上位者的威压瞬间爆发，让刘猛这种老刑警都感到心头一颤。顾言伸出双手，语气冰冷：“手铐我自己戴，但你要记住，这副手铐戴上去容易，想摘下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”顾言伸出双手，语气冰冷。刘猛愣了一下，随即恼羞成怒：“少废话，带走！”顾言被带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在1个小时内传遍了江城的上流圈子。赵家别墅那一片欢腾。爸，您这招真是绝了！赵括看着手机里那张顾言被押上警车的偷拍照片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就说嘛，那小子的钱肯定来路不正，洗钱，这下他死定了。只要进了局子不死，也要脱层皮。赵刚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盘着2颗核桃，脸上满是老谋深算的得意。跟我斗他还嫩了点。那他的那些资产？林婉坐在一旁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他昨天被开除后，就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
跑回赵括身边求收留。现在看到顾言倒台，他比谁都兴奋。放心，只要定了他洗干的罪，他的酒店、车子、账户里的钱全部都要被查封没收。赵刚阴恻恻地笑道：“到时候我们再通过萧少的关系运作一下，以低价拍卖的方式接手，这100亿家产就是我们赵家的了。”太好了，顾言啊顾言，这就是你羞辱我的下场。等你出来变成了穷光，那我看你还怎么狂！林婉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就在这时，管家急匆匆地跑进来：“老爷、少爷，萧少到了，车队已经在门口了。”赵刚闻言猛地站起身：“快随我出去迎接，这可是京城来的真龙，是我们赵家翻身的最后底牌。”江城市公安局审讯室，这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刺眼的白炽灯挂在头顶，强光直射在顾言的脸上。顾言坐在铁椅子上，双手背靠在桌子上，但他并没有像普通嫌疑人那样惊慌失措，反而闭着眼睛，像是在闭目养神。刘猛把厚厚的一叠卷宗摔在桌子上，厉声喝道：“顾言，别装死，老实交代，你账户里那1000亿是从哪儿来的？谁指使你洗钱的？你的上线是谁？”顾言缓缓睁开眼睛，适应了一下强光，淡淡道：“我说那是我的零花钱，你信吗？”放屁！花钱？你当你是谁中东石油王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闭嘴就没事了，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。你只有坦白从宽这一条路。顾言笑了，那是看傻子一样的眼神。你所谓的证据，就是赵刚给你的那份伪造流水。刘队，做人要有脑子。你就不查查我那张黑卡的发卡型是哪里吗？刘猛心里咯噔一下，其实他也觉得奇怪，如果真是洗钱，哪有这么高调？吱呀！审讯室那扇厚重的铁门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了。刘猛暴怒回头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没看见我在审？”然而当他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时，手里的铁锤咣当一声砸在了自己的脚面上，疼得他一声惨叫。门口站着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者，虽然头发花白，但腰杆笔直，浑身散发着一种久居高位的威严。而在这位老者身后，江城市局的局长郑伟正一脸冷汗的躬身陪同。老者没有看刘猛，而是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了被铐在铁椅子上的顾言身上。下一秒，老者快步走上前，无视了所有人，直接单膝跪地：“老臣萧天河救驾来迟，请少主责罚。”这一声如同惊雷炸响，局长腿一软，差点瘫坐在地上。刘猛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连脚上的剧痛都忘了。萧天河，那个京城4大家族之一，萧家的现任家主，那个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的商界泰斗，他给这个洗钱犯跪下了，还叫少主。顾言看着跪在地上的萧天河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。萧老，你那不成器的孙子，最近在江城可是威风得很啊！萧天河浑身一颤，额头冷汗直冒。少主息怒，老臣管教无方。那个畜生要是敢冒犯少主，老臣这就亲手废了他。时间倒回到1个小时前，赵家别墅门口铺着红地毯，2排保镖4礼。一辆挂着京 A8888牌照的劳斯莱斯幻影缓缓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走了下来。他长相斯文，但眼神中透着一股目空一切的傲慢。这便是萧家3少萧晨。赵刚带着赵括和林婉卑躬屈膝地迎了上去，脸笑得像朵老菊花。萧少，欢迎欢迎，您能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赵家蓬荜生辉呀！萧晨用手帕捂住鼻子，似乎有些嫌弃这里的空气。客套话就免了。我这次来，主要是为了视察一下家族在南方的投资。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个不开眼的小子，敢动我们萧家的狗。虽然被称作狗，但赵刚却一脸荣幸。是，就是那个顾言。不过您放心，已经被我送进局子了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就让他把牢底坐穿。办事还算利索。萧晨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走吧，带我去局里看看。我倒要见识见识，什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正好我也缺个乐子。赵括一听，顿时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少卿，那个顾言现在肯定已经被打得半死了，正好给您当个活把子练练手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向市公安局，一路上赵括和林婉不停地给萧晨灌输顾言的恶行，把他描绘成一个不仅骗财骗色，还极其嚣张跋扈的无赖。萧晨听得连连冷笑，心中已经判了顾言死刑。市局大院，当萧晨带着赵家父子走进大厅时，却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。平时喧闹的办公区，此刻鸦雀无声，所有的警察都站在走廊两侧，神情肃穆，像是在等待什么大人物。哟，刘猛这排场搞得不错嘛！赵刚还以为这是为了迎接萧晨，更加得意。萧少，您看，
这就是我们江城的办事效率。萧晨不置可否，背着手往里走，来到审讯室所在的走廊尽头。赵刚看到那扇门紧闭着，门口并没有守卫。萧少，人就在里面。赵刚上前一步，猛地推开门。刘队，萧少来视察工作了，那个废物招了没？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到了令他世界观崩塌的一幕。审讯室里，原本应该耀武扬威的刘猛，此刻正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而被靠在椅子上的顾言，此刻已经被解开了手铐。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者正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用湿毛巾给顾言擦拭手腕上被勒出的红印。那个老者的背影，萧晨太熟悉了，那是他爷爷萧家家主萧天河。爷爷，萧晨站在门口，摘下墨镜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萧天河转过身，此时的他哪里还有面对顾言时的卑微，脸上满是怒火。畜生，你还敢来！萧天河怒吼一声，抄起桌上的镇纸，不顾年迈的身体，气势汹汹的快步走向萧晨。爷爷，您干什么？是晨儿啊！萧晨吓傻了，萧天河猛地推开萧晨，将他推倒在地，然后手里的镇纸重重地摔在萧晨身边的地板上，碎片四溅。萧天河指着依然坐在椅子上喝茶的顾源，手指颤抖。那是顾少，是我们萧家的恩主，是掌控全球经济命脉的话事人。你个不孝子孙，竟然敢帮着外人对付顾少！赵刚、赵括、林婉三人，此刻仿佛被五雷轰顶。萧家的恩主，全球经济命脉话事人，这几个词像惊雷一样在他们脑海中炸开。他们一直以为顾言只是个暴发户，可现在连京城四大家族的家主都要给他低头认错，这已经不是踢到铁板了，这是触碰到了致命的危险。顾少，萧晨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地看着顾言。他终于想起来了，家族核心密卷里确实记载过，萧家之所以能发迹，全靠100年前依附于一个神秘的隐士家族顾氏，而顾氏的族徽就是那条五爪金龙。全完了！萧晨反应极快，他猛地爬起来，快步走到顾言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。顾少，我有眼无珠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是畜生，求您饶我一命，求您看在我爷爷忠心耿耿的份上，饶了萧家吧。顾言放下茶杯，缓缓站起身，他没有理会跪在地上连连低头认错的萧晨。顾言走到了已经吓坏的赵家父子面前。赵刚此时浑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，赵括更是快要晕过去。林婉缩在墙角，用双手捂着脸，根本不敢看顾言一眼。赵刚，你刚才说要让我把牢底坐穿。顾言的声音很轻，但在死寂的审讯室里却如惊雷般刺耳。不敢！顾少，顾爷爷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我是……赵刚拼命低头认错，额头贴在水泥地上，冷汗直冒。还有你，林婉。顾言的目光落在那个女人身上。你说这是我羞辱你的下场？林婉浑身一颤，抬起头，那张原本精致的脸此刻满是慌乱和眼泪。顾言，求求你，现在……顾言打断了他。顾言转过身，对萧天河淡淡说道：“萧老，这里太吵了，清场吧。”是。萧天河眼中闪过一丝严厉，对着门外的保镖挥了挥手：“把赵家这3个人带走，别脏了顾少的眼。另外，通知下去，全力配合顾少接下来的行动。赵家不需要存在了。”在一片哀求声中，赵刚、赵括和林婉被保镖强行带了出去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深深的绝望。顾言走出审讯室，胖子正焦急地等在门口，看到顾言安然无恙，激动地快步走上前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言哥，我就知道你没事，吓死我了。顾言拍了拍胖子的后背，笑了笑：“没事了，不过游戏还没结束。”顾言抬头看了看天空，眼神变得锐利无比。刚才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该上正餐了。去交易所，我要让赵家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后一点痕迹彻底抹去。江城证券交易所大户室，这里是金钱的战场，无数红绿数字的跳动决定着千万人的命运。此时距离股市收盘还有最后2个小时。顾言坐在指挥席上，面前是整整一面墙的显示屏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 K 线图。在他身后站着从华尔街紧急调来的30名顶尖操盘手，以及满头大汗的王天海。福伯汇报道：“赵家旗下的赵氏建材目前股价是28.5元，市值约50亿。因为萧家要入股的传闻，今天上午还涨停了。”顾言冷笑一声：“涨停，那就是最后的回光返照。”他看了一眼时间，下午13点30分。顾言轻轻敲击了一下桌面：“开始吧，第一波抛售，先把股价砸开涨停板。”是。30名操盘手同时敲击键盘，那整齐划一的噼里啪啦声，宛如战场上的机枪扫射。大屏幕上，
赵氏建材的股价瞬间出现了一根笔直向下的绿线。原本封死涨停的100万手买单，在顾炎海量的卖单面前，瞬间被吞噬殆尽。28.5、28.0、27.5，仅仅5分钟，股价暴跌5%，引起了市场的恐慌。与此同时，赵氏集团总部赵刚刚被从局子里放出来，不过是为了配合顾炎的金融战暂时保释。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被冲进来的财务总监抓住了袖子。赵总，不好了，有人在恶意再空我们的股票，股价跳水了。赵刚顾不得头上的伤，冲到电脑前，看着那根断崖式的 K 线，他心惊肉跳。快护盘，动用所有流动资金，把股价拉起来。只要撑过今天，虽然萧家不管我们了，但我们不能自己先垮呀。赵刚此时还存有一丝侥幸，觉得只要保住公司，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他疯狂地把公司账户里最后的5个亿全部砸了进去。随着资金入场，股价开始止跌回升，慢慢爬回了27元。吓死我了！赵刚擦了擦冷汗，看来对方资金也不多，就是想吓唬吓唬我们。然而，在交易所里，顾炎看着屏幕上的微微翘起的曲线，嘴角勾起一抹戏谑。诱敌深入，全仓进套。王天海，该你上场了。早就等不及了，给我发通告！一直在一旁摩拳擦掌的王天海大吼一声，下一秒，一条重磅新闻引爆了整个财经圈。突发，天海集团实名举报赵氏建材长期使用劣质原料，涉嫌重大工程质量问题，并附上详细检测报告与内部账目。这条消息一出，无异于一颗核弹扔进了股市。原本还在观望的散户和机构瞬间炸锅了，所有账户不计成本立刻清仓。无数卖单像雪崩一样涌出。此时，顾炎下达了第2道指令：收网，全线做空，不计成本，给我砸到退市。30名操盘手火力全开。这一次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1000亿级别的资金碾压。27.0、25.0、20.0、15.0，赵氏建材的股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线坠落。赵刚那5个亿的护盘资金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，瞬间就被吞没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赵刚看着电脑屏幕，双眼充血，浑身冰凉。我的钱，我的公司。但这还不是结束，福伯递上一份文件。少主，银行那边已经动手了，赵家的所有贷款被宣布提前到期，银行已经冻结了他们所有的固定资产，还有税务局也进驻赵氏集团了，还有原本跟赵家合作的30家供应商集体上门讨债。顾炎听着这些汇报，面无表情。这就是资本战争，一旦雪崩开始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下午15点收盘，赵氏建材的股价定格在2.8元，跌幅90%。赵家完了，曾经不可一世的赵氏集团，在短短2个小时内，市值蒸发95%，不仅1分钱不剩，还背上了数十亿的巨额债务。傍晚，江边夕阳如血染红了江面。赵刚、赵括和林婉3人无比狼狈地坐在长椅上，他们的别墅被封，车子被拖走，连名牌衣服都被债主收走，只穿着破旧衬衫，瑟瑟发抖。林婉披头散发且目光呆滞地看着江水。就在昨天，她还在做着豪门阔太的美梦，还在嘲笑那个送外卖的前男友，而现在梦醒了，巨大的残酷落差让她绝望崩溃。一辆黑色的迈巴赫缓缓停在路边，车窗降下，露出顾炎冷峻的脸。胖子坐在驾驶座上，一脸解气地看着这3人。看到顾炎后，赵括像发疯般冲过来，趴在车窗上。顾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给我条活路吧，哪怕让我给你当狗也行，我有手有脚能给你看大门。顾炎看着这个曾经拿钱砸自己脸的男人，眼中没有任何波澜。当狗？我家的狗吃的是 A5 和牛，你吃不起。随后他目光扫过缩在后面的林婉，林婉抬起头，眼中燃起最后一点希望。他想用以前楚楚可怜的眼神打动顾炎，但忘了现在的自己无比狼狈。听说你很喜欢钱。顾炎拿出一枚硬币，轻轻一弹，硬币在空中画出抛物线，落进滚滚江水。下去捞吧，捞到了就是你。开车。顾炎升起车窗，迈巴赫启动，绝尘而去，只留下尾气和绝望痛哭的3人。严哥，这帮人以后会怎么样？赵刚会因为商业重罪受到严厉制裁，大概率彻底栽在里面。顾炎闭上眼睛，疲惫地靠在椅背上。赵括背了一身债，只能去最偏远的工厂做苦力还柴，体验真正的底层生活。至于林婉，他会活着，在城市最阴暗的角落里活着，看着我一步步登顶，看着他曾经拥有的东西多么耀眼，这种后悔比摧毁他更痛苦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车子驶入繁华市区，霓虹灯光映照在顾炎脸上，光影交错间，复仇结束了。但顾炎心里清楚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属于他的宏大商业帝国，在此刻才刚刚打下第一根坚实的桩。江城的深秋，风里已经带上了刀子。对于林婉来说，这个秋天比往年冷了1万倍。赵家倒台后的第3天，他被房东从那套位于 CBD 的高级公寓里赶了出来，理由很简单，房租已经逾期1周。而那个曾经替他刷卡续费的赵括，此刻正穿着黄马甲在看守所里啃馒头。他拖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，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像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野鬼。林婉哆哆嗦嗦地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我还有这些包，还有首饰。这2个箱子里装着他这3年奋斗的全部家当，10几个爱马仕和香奈儿，
还有赵括送的各种珠宝，只要变卖了这些，至少能换几百万，足够他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，钓新的金龟婿。他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江城最大的二手奢侈品回收行米兰站。林婉把10几只包一字排开，努力摆出一副富家女厌倦旧款的高傲姿态。老板，这些都要卖，都是全新的，发票找不到了，但你可以验货。店老板是个戴着老花镜的中年人，他戴上手套，拿起那只限量版的爱马仕喜马拉雅，只看了一眼五金件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又拿起一只香奈儿，摸了摸皮质，最后拿起那条梵克雅宝的项链，用放大镜照了照。10分钟后，老板摘下眼镜，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。小姐，你是来砸场子的，还是被人骗了？林婉心里咯噔一下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赵氏集团公子赵括送我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老板嗤笑一声。赵括，赵家都破产了，你也别拿他压我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一桌子东西，只有这只 LV 的老花水桶包是真的，不过成色太差，顶多值2000块，其他的全是广货超 A 仿品，还是低端的那种，连5金刻字都是歪的。林婉感觉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，耳边嗡嗡作响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辆法拉利我都坐过，他怎么可能送我假包？林婉尖叫着，像个泼妇一样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。你看这个钻石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是磨砂钻，200块一颗。行了，别在我这儿演戏了。这种富二代拿假包泡拜金女的戏码，我1年能见800回，也就你们这种眼皮子浅的女人才会信。拿着你的垃圾赶紧滚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赝品，全是赝品。林婉失魂落魄地走出店门，怀里紧紧抱着那只唯一是真的却破旧不堪的 LV 水桶包。那是3年前顾妍送她的第一个生日礼物。那时候顾妍刚开始送外卖，为了买这个包吃了整整3个月的泡面，而他却为了那些光鲜亮丽的赝品，亲手扔掉了这世上最珍贵的真心。林婉蹲在马路牙子上，又哭又笑，路人纷纷侧目，以为是个疯子。就在这时，马路对面的巨型 LED 大屏突然亮了起来，屏幕上正在播放江城新闻。画面中，顾妍身穿深黑色手工西装，站在刚刚更名为顾氏中心的摩天大楼前，身后站着市里的几位一把手，还有恭敬肃立的京城萧家家主萧天河。今日，顾氏财团正式宣布，将投资5000亿打造江城未来城项目，将投资5000亿。最是万元打造江城的财藤未老。镜头推进，给了顾妍一个特写，他依旧那么英俊，但眼神中那股睥睨天下的霸气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润的少年。顾妍，林婉伸出手，想要触碰屏幕上的那个人，却只能摸到冰冷的空气。大屏幕下，一辆迈巴赫缓缓驶，车内福伯坐在副驾驶，低声说道：“少主，看到那个女人了，就在路边，看起来很惨。”顾妍侧过头，透过单向玻璃，冷漠地扫了一眼蹲在路边痛哭的林婉。惨吗？顾妍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。当初我发着高烧在雨里送餐的时候，他坐在赵括的跑车里笑得很开心。这个世界是守恒的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，不用管他，一个活在回忆和悔恨里的废人，不值得我再浪费1秒钟。胖子那边怎么样了？回少主，王总现在干劲十足。懿德夫人，让他准备一下明晚的龙宴，他是主角之一。顾妍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车窗外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，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。明月高悬，江城帝豪酒店，今晚这里将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晚宴——顾氏龙宴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商业晚宴，更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。整个江南省乃至京津圈、珠三角的顶级豪门，都已能拿到一张印着金龙徽章的请柬为荣。酒店方圆5公里内被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，只有豪车才能通行。红地毯从酒店大堂一直铺到了街口，两侧是数百名黑衣保镖维持秩序，还有数十家国内外顶尖媒体的长枪短炮。快看，那是京城叶家的大小姐，她竟然也来了！还有魔都的船王陈家，天哪，顾少的面子也太大了吧！那是谁？好眼熟！我的天，那是某国的大使！记者们疯狂按动快门，闪光灯将黑夜照成了白昼。酒店大门外，一个衣衫褴褛、头发蓬乱的女人试图混进人群。让我进去！我是顾妍的未婚妻，我是未来的顾太太，你们让我进去！林婉神志不清地推搡着保安，他已经饿了2天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他固执地认为，只要见到顾妍，只要他跪下来求他，顾妍一定会心软的。毕竟他们曾经那么相爱。疯婆子，滚远点！保安厌恶地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林婉摔在冰冷的红毯边缘，手掌被磨破了，鲜血直流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就你这乞丐样，还顾太太？顾少养的狗都比你穿得好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加长版的林肯领袖1号缓缓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定制西装、身材魁梧的胖子走了下来。他梳着大背头，虽然还是有些胖，但那种自信和威严的气质
让他看起来像个久经沙场的商业大亨。王大伟，他现在是顾氏集团旗下天域建设的总裁，掌管着数百亿的工程项目。他看到了地上的林婉，林婉也看到了他，眼中迸发出最后一丝光芒。胖子，大伟，我是林婉啊，我是你嫂子，你快带我进去，我要见顾言。王大伟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小花。以前林婉从来不正眼看他，甚至嫌弃他身上有汗味，不让他上桌吃饭。王大伟笑了，笑得很冷。林婉，这声嫂子你也配？胖子，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。林婉爬过来想抓他的裤脚，王大伟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的手。王大伟从怀里掏出一叠现金，大概几千块，随手扔在林婉面前。严哥说了，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，这是他对你最后的仁慈。拿着钱买张票滚出江城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说完，王大伟整了整西装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大门。林婉看着地上的钱，又看了看那扇近在咫尺却远如天堑的大门，终于彻底崩溃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他的哭声被淹没在宴会厅传来的悠扬管弦乐中，无人问津。宴会厅内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顾言站在2楼的环形露台上，手里端着一杯香槟，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。京城萧家的萧天河、魔都陈家、叶家，这些跺跺脚都能让商界地震的大佬们，此刻正围在楼下仰望着他，等待着他的垂询。少主，吉时已到。福伯轻声提醒。顾言点了点头，缓缓走到露台中央的麦克风前，全场瞬间肃静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诸位，顾言的声音通过顶级的音响设备，清晰地传遍每一个角落。感谢各位赏光。今天请大家来只有2件事。顾言伸出一根手指。第一，宣布一个规矩，从今往后在江南省做生意，只能有一个生意，那就是顾氏的生意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赵家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霸道、狂妄，但台下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狂妄就是霸气。第二，顾言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了站在最前排的王天海、萧天河等人身上。我顾言不喜欢吃独食，顾氏这艘航母即将出海，目标是星辰大海。在座的各位如果愿意上船，我顾言欢迎。未来的利润我许诺你们翻10倍。我等愿誓死追随顾少。萧天河第一个跪下，高声呐喊：愿誓死追随顾少。哗啦啦，全场数百名顶级权贵齐刷刷的单膝跪地，向着2楼那个年轻的王者献上了他们最高的忠诚。这一刻，顾言彻底完成了从一个落魄外卖员到商业帝王的蜕变。他看着台下这片黑压压的人头，心中却异常平静。曾经他以为复仇就是终点，但现在站在山顶，他才发现复仇不过是登山路上踢开一块绊脚石。山顶的风景很美，但也很冷。突然，一道清脆的女声打破了这种肃穆。大门被推开。顾少好大的威风啊！不知道我叶倾城有没有资格上这艘船呢？一个穿着红色晚礼服、气场绝艳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，她身后跟着2名黑衣侍女，手里捧着一份文件。京城叶家大小姐，有着京城第一美人和商界女王之称的叶倾城。全场哗然，这位可是出了名的高傲，连顶级贵族都看不上，竟然亲自来给顾言捧场。顾言看着那个红衣女子，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真实的笑意。叶小姐肯赏光，顾某求之不得。叶倾城走到楼下，仰起头，那双美目中闪烁着棋逢对手的兴奋光芒。这是叶家在欧洲的100座港口的转让书，算是我给顾少的一份下头。哦不，入伙礼。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100座港口，那是多少钱无法估量。顾言举起酒杯，遥遥致意。成交。在这个夜晚，江城的传说达到了顶峰，没有人再记得那个叫林婉的女人，所有人都在传颂着顾言与叶倾城的双亡会。1个月后，江城西郊第1监狱，这是一座关押重刑犯的最高戒备监狱，高墙电网插翅难飞。顾言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，站在探视窗外，玻璃对面坐着2个剃了光头、穿着囚服的男人。赵刚仿佛老了20岁，满脸皱纹，眼神浑浊，而赵括则像个呆子，嘴角流着口水。我是富二代，我是富二代，我的法拉利呢？嘴里不停地念叨着。他在狱中因为受不了巨大的落差和狱霸的照顾，已经疯了。赵刚拿起话筒，手抖得像帕金森。顾少，您来看笑话了。顾言看着这2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仇人，眼中没有恨，只有一种看尘埃的淡漠。我来看看我的作品。顾言淡淡道：赵刚，这里的生活习惯吗？习惯。赵刚老泪纵横。顾少，求求你，给我儿子换个单间吧，他快被打死了。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您大人有大量。顾言打断了他。不好意思，我心眼很小。我记得那天雨夜，赵括往我脸上甩钱的时候，可没想过要有大量。好好享受你们的余生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们的，保证你们长命百岁，活受罪。说完，
顾岩挂断了电话，任凭赵刚在里面如何拍打玻璃、磕头求饶，顾岩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走出监狱大门，深秋的阳光洒在身上，却不觉得冷。一架巨大的阿古斯塔 AW139私人直升机正停在草坪上，螺旋桨带起的气流吹着周围的枯草倒伏。胖子穿着飞行夹克，戴着墨镜，正站在舱门口冲他招手。严哥该出发了，航线申请好了，直飞魔都，然后转机去纽约。顾岩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，江城的事已经了结，赵家覆灭，林婉在这个城市的下水道里苟延残喘，而故事的旗帜已经插遍了江南省的每一个角落。但他知道，这只是个新手村，真正的战场在那片波诡云谲的国际金融海域，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华尔街，在那一个个隐藏在暗处的古老财阀。福伯走上前，递给顾岩一件大衣。少主，老爷发来消息，他在瑞士总部等您。家族的全球长老会即将召开，那是真正的权力中心。那些老家伙可不像赵刚这么好对付，那样才有趣，不是吗？顾岩接过大衣披在肩上，大步走向直升机。风衣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宛如战炮。他登机转身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生活了24年的城市，那些屈辱，那些泪水，那些爱恨情仇，都在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变得越来越小，最终化为脚下的一粒尘埃。起飞！顾岩一声令下，直升机拔地而起，刺破云层，向着东方那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呼啸而去。潜龙在渊，腾壁9天，顾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